月初了，伙食费没有预算了，只能吃点家常菜了。今天，那你可能问了，不是应该月末没有预算吗？是不是月中开支啊？不是，我月末也没有，但一般这事我不往外说。这叫啥呀？这叫对镜亲嘴，自己哄自己。强把火整出这么点肉丝儿，我给它置办成2个菜吧。我跟你说，东北人呐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他夏天躲不过豆角茄子，冬天躲不过白菜土豆。这不是执念，这是宿命啊！对，还有一年四季都躲不开的酸菜。但我跟你说，你别寻思吃个豆角茄子就没面子了。在物流还没那么发达的年代，我曾经给一个广州身价过亿的老板人肉背过去20斤豆角子和年苞米。真的，这事谁撒谎是王不足的。当时我不舍得交超重的托运费，我所有的行李就只有一个塑料袋，里边装着我的身份证、银行卡、充电器和一条裤衩。行了，还是说菜吧。地三鲜颜色重，因为我酱油放的多，因为我弟愿意吃酸口的，脑里酸的酸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大冷面、鱼香肉丝、蒜苔炒肉、酸菜粉、脑血酸地三鲜、干巴的烤羊排，凑合吃吧。明天给我奶奶存钱罐砸了，买点肉去，我忽悠我弟去。我最近发现个商机，那超市动辄几十上百一瓶的椰子油，居然在家用老椰就能做。老椰子多便宜啊，200块钱能买30个。今天要把这事整明白了，那下半辈不掏上了吗？但是老椰子椰汁不太好喝，完还不舍得扔，就先把水取下来，留着看看玩意能干啥。然后找个不讨厌的地方把椰子壳摔了。后来取椰子肉可遭了大罪了，这点活从天亮干到天黑，一个整块的都取不出来，就感觉别人买的老椰子都是来报恩的，我买的都是来讨债的。问题这才第2步啊，我们就已经快缺氧了。我当时满脑子就想起一句话：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后来给石磨端上来，我们一下又兴奋了。该说不说的，驴还是有使命感。就看着石磨，我的 DNA 就动了。我的目标是石磨传3代，人走磨还在。然后我们就这么一圈一圈磨呀，但是下的非常慢。后来大概是半夜1点半吧，有个网友说这油凝固的比较快，你们拿热水试试。我们半信半疑的试了一下，发现真的通畅了很多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头前磨了5个小时，全磨错了。得亏当时直播了呀！我决定配个手机，以后专门直播用。再转着买了个2手的苹果11，我现在4000多呢，完才花1800，用着跟新的似的，完比新的还便宜2000多。浅试了一下，玩游戏不卡，耗电也不快。他们还能提供验机报告，而且免费保修1年。有想换手机的，推荐你们去转转看看。然后椰肉呢，一共是磨出这么些汁儿，先磨出来的已经凝结出很多油了。我一看就这个成色，过了这一宿我不是发了吗？还筛出2盆椰肉，但我现在已经看不上这点玩意儿了。等天亮找裁缝给我买风筝枕头送去。然后按教程说，这玩意就这么一直熬，血熬干了就出油了。我就老老实实站着熬啊。这一大锅熬了4、5个小时之后，水是熬没了，但油也没出来呀，这不熬出一锅浆糊吗？但我没死心，我又熬了1个小时，这浆糊里也熬出油来了。问题这油一股糊巴味儿，我们唯一得到的那点椰油，居然是最开始撇出来的那点沫。也就是说，30个椰子，4个大小伙子，24小时就熬出来1碗底椰子油，而且最后居然熬了6个小时水。那我算完这账，这几个老嫂当场乳腺增生了，哥们儿。今天又在家烤串了，咱不知道这玩意儿谁研究的，那给我们家人整够呛。要是半个月没吃，哎呀，浑身不得劲儿啊！你说年关将至，万事忙，全国人民都在那琢磨年夜饭和囤年货呢，唯独我们家人啊，睁眼就开始琢磨什么时候能给那半只羊吃了呢？烤羊串吧，不用腌，就是糖盐、孜然、芝麻、辣椒面干就行。完早上拿点肘子换的红柳签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？我觉得这玩意儿和铁签烤出来不是一个味儿。然后拿羊腿熬了一锅鱼羊鲜，今天不冷，我们就端外面喝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大雪地里来一碗冒热气的羊汤，再撒点葱花、胡椒面，这种快乐绝对是东北独有的，而且是冬季限定。我们平时在家吃就是带骨羊排和羊肉串，今天我姐来了，特意给她买了一卷腰子，这大腰子烤焦点，烤的梗梗啾啾的，再撒点白糖。咱不吹不黑啊，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女生能拒绝这串大腰子。完要过年，我姐也开始臭美了，染了个头，做了个美甲，还在德物买了个小金手链。我姐还挺会挑，这小金虎戴上真挺好看，再系个红绳，就太适合新年了。而且最近新年活动老打折，她也没花多少钱，链接放评论区了。过年了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小手链，新年走走鸿运呢。但是我感觉她这个指甲应该是做早了，我看她今天扒蒜子有点费劲呢。下午收拾东西，晚上不愿意动了，就吃点整事儿的。这锅是羊腿火锅，等会儿下面条。完这边烤点鹅肝和牛肉，现在属于是火锅局和烤肉局凑一起了。本来说愿意吃啥就坐哪边，后来我看选都挺揪心，我说拉倒吧，一锅一锅来吧。先吃的是烤盘，正好我妈中午没在家，给留了几个腰子一起热了。完这边羊腿蘸点韭菜花，吃完就下面条了。最后这点火锅面吃的太舒服了。等我爸睡醒来吃面条的时候，说你们挺厉害，这锅还能烙油饼。我一看哪有油饼啊，那是烤完鹅肝
擦油的纸啊！你刚才上去整一块了，在家吃烤肉，让一个齐齐哈尔哥们刷着了，这顿给我埋的呀！这个逼还特意给我送点料来。他站在门口的时候，我都懵了。我说大哥，你得开300多公里到这，你就带了一包料来吗？你就没寻思带点肉吗？完了，他告诉我媳妇管的严，带不出来，但是带了满分微气泡果汁。他说嘎嘎的，比骑士烤肉还过瘾。完了，着急忙慌就回去了。哎，我没明白，他这是假装瘦肉干啥孬事让媳妇发现了吗？哎呀，不管那个了，得亏我处过几个齐齐哈尔对象，对齐 BBQ 也算稍微有点了如指掌。要不我肯定给他媳妇打电话，要不。哎，这满分真看出好喝来了啊！这爹说上火的西柚的葡萄一个味干了一个，喝的嗝嘎。我看这都是水果做的 ，VC 含量贼高，这哪喝饮料呢？这不在这吃水果呢吗？哎呀妈，这口好像吃仨苹果。这个齐齐哈尔 BBQ 正式营业了啊！首先咱们来到荤菜区，五花、肋条、胸口、毛肚、牛子盖、羊排、大虾、肥肠。哎呀妈，哈喇淌裤衩呀！这边是素菜区，素菜区我都不想多瞅他一眼。这边是饮品区，一桌子满分呢，咱是文喝还是武喝呀？这小子永远也改不了到哪先点主食的坏毛病。这一顿呐，怎么说呢？这个肥肠、大肉片子、柚子小蒜瓣、骑士蘸料，还有满分果汁冰沙。老话说得好啊，真是那个呀！我昨天晚上实在太饿了，我就想吃点带味儿的。然后我发现我们家最有味儿的竟然是这玩意儿。这他妈啥味儿啊？原味不行就给它调味儿呗。那饿你咋整？也睡不着啊。水开你就给这玩意儿扔里，下姜、酒，等它飘了给它捞起来。又他妈报警了，这不操！这咋？这一个手咋扒呀？呵呵哈，可也太黑了。然后你就慢慢扒去吧，拿出你等女孩化妆的耐心。那半个小时扒他妈这点玩意儿，这不够吃啊！不够吃好说，不够吃咱下料呗。我他妈不会一个手打鸡蛋呢。我这么大，我终于学会用碗了，不知道晚不晚。完，你收拾收拾锅，下蒜末和洋葱，摔点郫县豆瓣酱，这玩意儿才邪门呢，你不使劲不香。来糖、生抽、蚝油、水淀粉，完你扔那就行了。这功夫你别跟没事人似的，你把那面煮了，料包扔了，别留退路。鸡蛋、洋葱拌一下就好了。展示展示啊，上音乐。豆瓣干啥的，就是有点慢。还煮个面条，整他妈1个半小时，等会儿还得收拾厨房呢。有彩蛋吗？没有，谢谢，哈哈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烤鸭，但是饭店动辄188一只，吃一顿就给我兜掏稀碎，所以我高价买了个商业版配方，打算在家实现烤鸭自由。配方上说烤鸭要想好吃，必须得用砖炉，于是我买了2吨建材和3瓶速效回家搭炉子，但是从我搭那天开始就一直在下雨，3天下了8回，根本封不上顶。我估计等这炉子晾干投产呢，我他妈可能都穿上秋裤了。后来我和鸭子都有点等不及了，就决定路见不平绕道而行。我直接买了个烤鸭炉，然后这配方特意强调了，就一定要把气儿打匀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最好用嘴吹，这样口感会更佳。我严重怀疑这话就是骗同行的，但就在我怀疑这功夫，胖已经给自己吹没劲了。为了缅怀他和这只鸭子，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了每一个步骤。终于在30多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之后，我们迎来了一只俏黑的狗黑鸭。我操！哎呀我。后来我又失败了几次，但我想通了一个事儿，就火候肯定不是3、2天能掌握的，我们应该扬长避短，我们的长项是熬啊。所以第二天8点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准时坐着开熬。完我还加了个好运 buff， 我把之前在得物买的黑曜石手串也带上了，我可太需要点好运了，这月我都已经买仨了。正赶上他们最近搞活动，这种好看又有好寓意的小首饰，很多都是8折起，链接我放评论区了。七夕不知道给对象买啥的，可以去看看，没对象呢就看看给自己买点啥吧。完这回再开盖，鸭子终于成了，烤得越来越好，还给邻居送2只。当然前面那几只也没白牺牲，在实现烤鸭自由的路上还收获了一波鸭架糖自由。后来这烤鸭出炉了，我1秒也等不了了，火速给它装盘上车了。这鸭子片的滋滋冒油，真要我命啊！特别是这鸭皮，这蘸满白糖吃可太爽。不过仅有的理智还是让我们保持住了一点仪式感，一口一饼酱不流嘴，是我们对这只鸭子最后的优雅了。真的，我吃这烤鸭的时候热泪盈眶的，想想我这几个月的经历啊，从美食博主干成真实博主，甚至还一度干过户外博主。我现在终于回到美食序列了，我操！整3个月呀！你知道这3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